055拉沙舰首次远海训练接近日本，被英国媒体封神。那么055舰距离完美还差什么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生。在中国003航母福建舰刚刚下水之际，中国的055万吨大驱拉沙舰也没闲着。近日呢，该舰首次执行了远海训练，并接近了日本。055编队分2个波次，经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由1艘055、1艘052D、1艘补给舰和1艘电子侦察船组成。随后，以055拉沙舰为首的舰艇编队又对日本列岛展开了环游，出现在了日本的千叶县东南220公里处的海域。055万吨大驱目前已经建造了8艘，但下一批次的建造目前传出了暂停的消息，但并没有得到确认。英国军事观察杂志对拉沙舰此行给予了高度关注，而且呢，对该舰的性能给出了封神级的评价。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英国的这个刊物称，西方预测中国还可能会生产更多的055型驱逐舰。尽管有相当多的猜测，中国正在计划生产一种能力更强的驱逐舰作为其继任者，也就是全电推进的新型号。055万吨大驱被广泛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强的水面战舰。英国智库 IISS 的一份报告强调，这艘舰代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进行独立远程部署或者任务编组作战能力的一次巨变，而且呢，可能是目前在海上最有能力的多用途水面作战舰艇。055为什么会被英国人认定是世界第一舰呢？基于这么几点理由。首先，12000吨到13000吨之间的排水量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驱逐舰了。就垂发单元的数量而言，055的存发单元的数量不是全球最多的，但是有人发现它的垂发单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也就是说，它能够做到一坑4弹，或者呢，在它的垂发单元里面能够发射直径更大的导弹，包括超音速或者是高超音速的远程反舰弹道导弹。另外呢，它的排水量是现役的现代化驱逐舰中排水量最大的。当然，俄罗斯所保留的前苏联时代的那些遗物不计算在内。此外，055万吨大驱还是大型驱逐舰中隐身能力最好的，甚至它成为了美国海军未来要追赶的目标。另外，055万吨大驱采用了双波段的有源相对雷达，拥有美国、日本和俄罗斯舰只都没有的态势感知优势和火力控制优势。第三，055万吨大驱它拥有远程、中程、近程和末端防空武器系统，因此要想突破它的防御圈，那是非常困难的。055万吨大驱不仅能够给自己提供强有力的防空作战能力，也能为整个编队提供有效的防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看待055万吨大驱的先进性呢？其实，英国媒体所说的055万吨大驱目前是世界第一舰，可以说非常客观。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就认为055万吨大驱就完美无缺了，只能说它相对于美军和欧洲的主力驱逐舰而言，无论是在整体设计、电子设备还是隐身设计方面都拥有优势。但是尽管055万吨大驱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依然有改进、发展、提升的空间。比如055万吨大驱目前还缺少舰载的中段反导能力，缺少全电推进系统，也没有看到一坑4弹技术的具体应用，舰载直升机呢还没有配备齐全等等。也正是因为看到这些不完美，中国才有可能暂缓建造下一批次的055。当改进升级后的055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惊喜也可能会再次到来。当今之世，主战舰艇的竞争可以说在舰体的整体设计和雷达电子技术水平方面
中国当之无愧的是世界第一，而美军则在舰载的反导导弹领域拥有优势。韩国和日本在舰体的建造方面呢，实力也比较强，而俄罗斯在舰载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优势。而目前，只有中国在方方面面都具备竞争世界第一的能力。针对055的一些缺憾，中国正在快速补上。比如我们国家进行的中段反导试验5战连捷，连美国都比不了。这样的技术迟早会用在大型军舰上。中国的船舶工业可能会先行建造全电推进的054B 护卫舰，而全电推进的055万吨大驱也不会太远了。最终，055万吨大驱不但是中国航母编队在远洋的带刀护卫，还是真正能够独挑大梁的作战平台。现在为055万吨大驱封神还为时过早，但是迟早有一天会名副其实。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